吐露玄武龟甲固如堡垒，表皮坚硬无比，看似不可突破，但越是如此，它藏在龟壳之内的躯体部分就可能越是脆弱。我潜入到它的龟壳之中，找到它的这个弱点，着重攻击，逼它逃出龟壳。 待他一逃出龟壳，你就对他施展闲杀术。我怕人里应外合，与他血战到底，就看谁能耗死谁了。万事小心。如何？幸好你没进来，这味道里文件就算不吐，也要被熏晕过去。蓝湛，这怪物可不得了，不仅吃人的肉身，还把灵石也一起嚼了，和阴铁一样。困在了这里。
死了没？蓝湛，死了没？死了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。蓝湛，刚才我听到很多人在我耳边尖叫，把我震晕了。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蓝二公子如此景象。蓝湛，我刚才还以为我活不了了。魏婴，你发烧了。好舒服啊，蓝湛。好无聊啊！江城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还不来救我啊？哎呀，太安静了。蓝湛，唱首歌来听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理我。好听，好听。蓝湛，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？
魏无羡，你醒了就快起来。你这人也太沉了，我搬块石头也比你轻。是你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特意来救你的。这么说来，那我还真是多谢你了。魏无羡，你醒了。江城，魏无羡，你总算舍得醒了。江城，你这个臭小子可算来了。你师傅都几天了？蓝湛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身上还有伤呢。谁身上还没点伤啊？现在姑苏来是一团乱，他自己先赶回去了。那他，魏无羡，你不先感谢我？你知不知道为了救你们，我跟金公子这7日几乎是没日没夜没合眼。7日，过了这么久吗？可不是，离着最近的姑苏和清河都被温氏给占了，我们只能都先去往兰陵。这次说来也要感谢金公子，若不是金公子在金宗主面前极力相劝，力主讨伐温氏，我们也不能带人来救你们。我没有剑，要是等我回到云梦，可就不止7天了。对了，我忘了你们没法御剑。那温潮呢？温潮他们呢？他们没有拦你们吗？说来也奇怪，这温氏最近不知是发生了什么，将温长、温旭都派了出去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要不然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去挖洞，然后救你们出来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是你救了我们，多谢。江公子，既然人已救出，我们事不宜迟，赶紧走吧。如今几大世家合力对抗温氏的大势已定，逃出的各世家弟子齐聚兰陵，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温若寒的注意。虽然如今暂且无事，却不得不防温氏的报复。我和魏无羡会尽快赶回去，劝说阿爹与公子一起共商讨伐温氏大计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告辞。公子保重。想不到这个金子轩还真有担当。走了。魏无羡，走了。禀报二公子，刚有客卿传讯，说是快说，有人见到金氏小公子和江氏公子带了10几号人，偷偷溜进了木樨山。他们又来干什么？难道是来救魏无羡的？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再加上那只王八，他们恐怕是来给魏无羡收尸的吧？你们2个去那山洞看一看，蓝忘机和魏无羡到底死了没有？这愣着干嘛？快去呀！是。温如流，你带着娇娇先行一步去往云梦看住他们，如有情况随时报。是。魏无羡，这回就算你侥幸没死，我也不会再让你舒服的过下去。